嗨，你们好。上次有说要介绍遮色片，欠大家2集了。其实不是我不愿意教，说好听点是想先替大家打好基础，说难听点是想先替我自己打好基础。我累死了就没办法继续出片了。那开始吧。这东西台湾叫做遮色片，大陆都称之为蒙版。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蔡英文，不过遮色片确实比较好听。后面遮色片跟前面档案的关系，就像是小孩跟真相。小孩如果是白的，就不会对父母说谎，真相就会是透明的。相反，小孩如果是黑的，真相就会被蒙蔽，父母就不会知道深夜还在复习功课的真相其实是在打咯。这只是一个好记的方式。原理上，纯白色就是完全不遮住涂层，纯黑色就是完全遮住，50%灰阶就是遮住一半。通常这种半真半假的谎言是最难分辨的。台湾的诈欺犯都是这样骗法官的。例如瑞奇科技数位有限公司被报上新闻，还是能继续营业。不知道该称赞这老板诈欺技术高强，还是台湾的法官审理能力高强。对不起，是我这个出题老师的错，我忘记提醒大家，这是复选题。利用遮色片的特性，我们能玩出很多花样。例如，我们可以用笔刷将上面涂层的遮色片涂上黑色、白色做处理，制作出特别的画面。处理复数档案，把不同的东西组合在一起，让你看不出破绽，就称之为合成。被看出破绽就叫做露馅。合成的方法就是俗称的去背，会放在后面的课程教。所谓的方法就是手段方式如何执行。例如你想要你爸妈把财产分给你，记得要常常私下对着爸妈讲兄弟姐妹的坏话。你再怎么昧着良心，父母在生病的时候也一定得关心。多看心理学，揣摩父母跟你的亲密度，抓出可以直接扼杀掉其余继承人的时间点，再一股脑儿干下去。不擅长计较的人就会去吃屎。这些就是方式与手段。这样你们了解什么是去背了吗？使用涂抹方式去背的模式有2种，一种是我不建议的橡皮擦，因为是直接破坏涂层，不可回复，非必要别使用橡皮擦。另一种是涂层遮色片加上笔刷工具，这才是去背的王道。关键的差别就在于涂层遮色片的可回复性，我们可以删除它、关掉它，或是用笔刷对它重新涂抹等等。这些动作对涂层都是非破坏性的。上面已经说了遮色片的黑白特性，所以我们使用白色黑色笔刷对遮色片做局部处理，就等于是在做合成了。先让前景色、背景色还原为预色，热键是低，这时前背景色就会是纯白跟纯黑。利用热键叉对调前背景色，交错对遮色片做处理，马上就能将文件合成好。目前为止，台湾的比赛请多善用合成技术。据我所知，这些比赛的评审老师都是很高强的。这里第3次使用到高强这个用词，你们肯定知道我的意思。有兴趣的可以 Google 比赛作弊成品。